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你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，你看跟大萝卜似的，那这格格不入的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你给退回去。退谁呀？我退哪儿去啊？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。急眼了。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挣的。你从哪儿挣的呀？你倒腾个摩托车，你整这么多钱啊？这半兜子。倒腾股票，股票你懂啊？小军，小军，你先别睡，先别睡。这钱哪儿来的呀？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？啊？干啥事儿啊？我有老婆，有家的。你们别给我装睡，赶紧给我起来，给我说清楚，哪来这么多钱呢？这怎么回事呀？你知道他这人吧，平时性格挺好的，总是笑嘻嘻，他也不跟谁红脸，跟我脾气都贼好。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，哎呀，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，就那样瞪着我，我就想他干啥呀？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？我就有点害怕了，我后面我就没再问他了，他也就啥也没说。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？你就说没？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，不知道，反正都那种个别心的那种绿票子，就一沓一沓的，就是那样的。有多厚？多少？比我准点儿。这样吧，这一沓有多厚？这么厚？有10几沓啊？不知道。那得10多万呢，是吧？嗯。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？我真不懂股票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。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，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，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，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，我就一直问他嘛，问他也不说，他就跟我急眼，就是这样。那些钱呢？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？贴了点家具，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，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，没咋戴。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，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？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，我是记不住了。开春那也就3月份、2、3月份吧，就是这样。嗯。那还有什么细节？想一想。钱倒是挺新的。嗯。还有吗？
那个陈小秋，他也去了。那花的钱，路上花的钱啥的，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。那这样啊，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，那天晚上，宋小军在家吗？我回来的时候，他还没回来呢。哦，你几点回去的？我5点多钟吧，回去给孩子喂奶。后来呢？他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。那有什么异常吗？他？倒是没啥，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。哦呦呦，不渴了，来，不渴了。渴啥呀？哎呀！吃饭了没？给你做点饭呀。不饿。哎呀！你干啥呀？来了，胃疼。你就穿着衣服就睡，你赶紧洗脸去。先让我躺会儿。你咋了？啊？胃疼。胃疼啊？哎呀，是不是喝疯了？我给你整点热水啊。别说话了，让我睡会儿。爸爸睡觉了。玲儿啊，玲儿，哎，咋了啦？那宋小军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西山矿啊，出大事了。出啥事儿？有一伙人拿着枪啊，去抢工资了，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。哎呀妈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那赶紧把门锁好了。那我先把门锁上啊。啊，这天没事啊，可别出去了啊。不出去，你赶紧睡吧，阿妈。好。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，他那个胃疼，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。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，起来之后吃了点饭，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。那他去啥地方了？你知道不？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，他啥也不跟我说。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，我才知道。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。哎，你说这帮爱签刀的，这大过年的呀，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。这要抓着他们呀，这都得给他们枪毙，真是太缺德了。树脂胶假牙，左眼下斜，俗称咯楞眼。一名在逃。小秋不是咯楞眼吗？身高1.8米左右。小秋儿，小秋儿，他打工回来没有？头戴有警徽的栽绒。小秋儿啊。另一名犯罪嫌疑人。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，不是说没回来呢吗？还不回来啊？没回来。 20出头，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，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。提供重大线索，破获此案的，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万元奖励。与此同时，媳妇儿，我们也尽报。你说你要是知道放下包袱，这是谁干的，你去举报吗？举报啊，我必须得去举报。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，祸害死那么多人。 别说给5万块钱了，我跟你说，就不给5万块钱，咱也得去举报去。哎，他们手里还有枪呢，那多危险呀！哎，赶紧抓住他们吧，不然都得提心吊胆。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，哪来的枪呢？杀那么多人，也不怕遭报应。媳妇儿，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！我瞎说啥呀？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，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。 哎，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？我怎么刚才一说那咯楞眼，我心里还咯噔一下。不让你提咯楞眼，不让你提陈小秋，别给人家找事儿。225110，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？哦，所以那天在市场，你见着我和叶茂生，就支支吾吾的，又遮遮掩掩的，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？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！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。甘玲啊，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，要想吃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买啊。不是，你看你老客气。我问你，那个电视你看了吗？
看了，他们刚才在那唠，我听见来着。哎，白脸啊，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？其他俩人长啥样啊？电视你不看了吗？看了。看了你还问？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？有人卖1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。男扮女装那个呀，身高1.7米，应该跟你差不多。啊。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，身高1.8米，跟我差不多。啊。大玲。啊。你这人来人往的，人多，你帮我们留心点啊。行。走。啊。你不稍等着。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，宋小军还有啥异常？不对劲儿的地方？孙哲来过我家，初8的时候，孙哲来了。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，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，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。然后下午2点多吧，孙哲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小军就在屋里哭了。我除了孙哲呢，还有谁找过他？真是没有了。我知道就这些，没有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、遗漏的？没有遗漏的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谢天啊，太君、韩君，白灵撂了。秦川这小子行啊，有2把刷子。哦，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，钱应该是新取的，大概在15万以上。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。是，去吧。这小军咋回事啊？啊？这日子过好好的，他为啥杀人呢？是他杀的人吗？你们搞清楚了吗？我都想不明白，也没想让过啥日子，我也不闲的时候打进气儿啥的，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，他为啥要杀人呢？哎呀，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，咋回事啊？这个人，哎呦我天！川哥，你知道，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，真的。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，1只鸡我能赚1.2块呢。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，我1天20多块钱，你说这1年都够花的。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？哎呀，你说我这前2天还想啊，就是说能不能呢？攒点钱，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，他有个门脸儿，那空出来了，我就说看多少钱，我给他盘下来，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，他总是有限的嘛。然后再过几年是吧，攒够了，我弄个门脸儿，然后1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，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，给他热个饭啥的，他也能吃口热乎的。孩子呢有点小，我就说那每天呢你给孩子喂喂奶，我将来卖个烧鸡，我这1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，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再过个几年，咱就再那啥，把钱攒够了，咱就开个饭店。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。咋样？聊了吗？聊了。真是。咋了？
没咋，透透气。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？看见了，年年冬天都有。上学时没有。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，比我小几届。从小就懂事，能干，勤快。我妈说，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。是啊，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灵？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是啊，还好，川哥，至少咱俩没有错。这个案子没问题了。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，我们可以认为啊，第一，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；第二呢，宋小军在屋里哭，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；第三，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，但孙哲呢，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。这就有问题。第四，93年初，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，很可疑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。另外啊，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，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，平时呢就爱擦一阵抹粉扮女样。这个1月28号上午啊，他就出去了，晚上8点多才回来。回来以后啊，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。这个初二一大早啊，这娘俩就去外地了。那这么说，这个1号枪手，对，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、男扮女装的陈晓东，现在是畏罪潜逃了。我已经通知省厅啊，协助抓捕了。进。谢霆啊，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，发现这么个情况：92年的这个12月4号。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，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，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，连号的，一共是18万。说具体情况。具体情况就是，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，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。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，一共就是18万元。领了以后，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，就往回走。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，距离不是特别远。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，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。这3个人呢，手里边有枪。快点，快点，到那边去，快点！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，一出来，那3个人就跑了。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，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。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时间相近，金额吻合，这个人数特征、作案手法、作案工具相似。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。哎呀，搂草打兔子，还有新发现啊！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。这宋小军主犯，内向城府深，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，啊，还得审，找一个硬人审。谢天，我去审去。那个这样秦川啊，白灵你刚刚审起来，还你去。去吧，是。现在，审孙哲，这个孙哲年轻，见的世面少，去审他。
你跑这睡觉来了？孙哲，啊，审了你7轮，你心理素质不错呀。我问你，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？没见过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？不是说了吗？没见过。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？要拿出证据来，我愿意负法律责任。好。出发那天，孙哲来了，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，都神色焦虑。他们2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我没听清。孙哲一直待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。哎，干啥呢？来这睡觉来了？再问你一遍，春节那些天，见过什么人没有？18个点了，换谁不困啊？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？是吧，秦哥？哎，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？20多个点了吧？都困。你们困，我们也困。困就睡，啊，正好我也眯会儿。要是6个小时以后啊，能不能回家，取决于你媳妇白玲。你们眯会儿，眯会儿。是我跟孙小军，还有陈小秋、陈小东，我们4个一起干。开头，重新说。我，孙小军、陈小秋、陈小东，我4个干。孙小军领头的。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。行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。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，尸体扔下水井里了。哪个下水井？是技校后面里下水井。枪呢？枪藏我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。报告领导，根据嫌疑人描述，枪应该就藏在这底下。
有发现。双筒立管截短猎枪1支，5连发猎枪2支，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1支，钢珠手枪1支，内有子弹。5.4式手枪3支，弹夹内子弹18发，日本3.8式刺刀1把，警徽1枚，枪簧6根，机针2个，枪零件6件，5.4式手枪弹17发。睡会儿没？啊？6个小时过了，一点也没睡啊？睡不着的话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不睡觉也不吃饭啊？饿不饿？饿了。我饿了，把那菜都拿过来。给打开。看这饭盒熟不？啊？啊？这饭盒是你家的，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。白灵在那屋呢。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，是他告诉我的。想喝点儿？哦，想喝点儿。白的啤的，啤的就行。那喝点啤的，收不收啊？收。行，拿去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捐给我兄弟陈小秋。我跟你脸不要脸了，是吧？我给你弄吃弄喝的，你以为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？啊？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，你却祭奠杀人犯，你以为谁呀？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。你凭什么呀？啊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？没辙是吧？看这个没有？你瞎不瞎？哪个是你说的？哪个我们没查清楚？你可以不说，我等你。你跟我耗吗？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？啊？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？
再问你一次，说不说？最后一次啊，说不说？来吧。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，是同事。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，就说起我们命不好，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，工资就那么一点儿，买卖也不好干，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，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。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自古以来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那谁也靠不住，就靠自己。自己啥也没有，只有一双手，那就抢呗，抢来钱再做大买卖。反正我俩都觉得，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，要干就干大的。你给我说一下啊，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？陈小秋练过。不墨迹，人狠，敢打，敢拼，敢闯，属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。但我也有不妥底的地方，因为他进去过，屁股不干净，所以我警告他，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。不是他那么横一人，能听你的吗？凭什么听你的？有容乃大吧，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吧。再说了，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他说他服我，说我是干大事的人。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？你这话说的，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？可这年头，没本钱没关系，想做买卖，做屁吧。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？我没有钱买枪啊。再说了，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，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，抢着枪以后再抢处于所，有了钱再买好枪。反正那段时间，我和陈小秋，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，到街上寻摸着警察，就偷偷跟着。但是2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，因为选了2个月，最后选上高建设了。为什么呀？赶巧了。再说了，他岁数大，好抢。说不好听话，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他命啊？抢枪就抢枪嘛，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要他命呢？他认识我呀，我不杀他，我不要他命，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，他就得要我命。社会不就这样吗？有我没他。社会怎么的你了？高所怎么的你了？你要说穷，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？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？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！继续说，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？抢完枪，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于所。为什么要选金鹿处于所？更下黑。金鹿处于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，防范不严。但是那票没干成，陈小秋那格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。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逃过排查的？我们抢金鹿的时候，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，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，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。我寻思那么多格楞眼儿，
你哪能认得出来呀？就只能靠衣服认，最后还真没认出来。后来抢完金鹿，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。第一，就是陈小秋这个葛楞眼太显眼了，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，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。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，因为外面有人在传，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，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，人手和枪都不够，得加。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。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，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，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？人哪有够啊？别人不了解他，我还不了解他，我俩一块长大的。他面上安分，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，只是没有门路。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，二他又没有前科，人还狠。啥路子啊？带带兄弟呗。他指定是好路子呀。小偷小摸可不干了，没意思。要干就干大。多大算大呀？越大越好呗。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？啊，我合计过，抢，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，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。抢储蓄所、银行吧，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，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。后来琢磨来琢磨去，还是觉得矿上公司款最好抢，这个钱又多，看得也不严。有一次，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，那几个职工拿着公司款，那包拉锁都没拉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这钱没跑，肯定是我的。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？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，后来觉得不行，太冒险了，就偷了2把猎枪。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，特显眼。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，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。等会儿。子弹不行，没有劲儿，得把击杀换成枪杀。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，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，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。路南矿那票抢得挺痛快的，抢了18万，路上弄丢了点儿，最后剩17万3、4千吧，但是都是新票，挨着号的，不能花。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，我带着白灵、陈小秋，我们去了趟汇海，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，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，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。你懂得不少啊，平常爱看点书。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？主要是买枪。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，
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，买了1支。买了1支小口径，花3000块钱。买了1桶火药，1支钢珠枪。15号的一次弹，1000发。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场旁边那猎枪商店，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，150发。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不需要手续，有钱就行。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很快就过太严重。我寻思不能做时长工啊，我就留了一部分钱，等下一个买卖的经费。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？我们这枪啊、人呐，都足够了，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。像路南矿那种小矿，我们就看不上了。我们要抢就得抢上百万，像西山矿那种大矿。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。你筹备了很久吧？小半年吧。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。你们不就摸排查吗？发案了之后，就挨家挨户筛。所以，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，陈小秋有过案底，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。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。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，胶合板厂那片楼多，流动人口也多，地形比较复杂，藏2个人容易。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，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。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，不能去韩国，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。武术出去做买卖，我媳妇还不高兴呢。你看，你看给我挠的，看见没有？